嗨，大家好，我是那燕，欢迎来到大家测节目。过去那些年，我们对于 iPad 一直比较纠结，一方面呢觉得它的硬件实力很强，一方面呢又觉得它的软件平台发挥不出这个硬件实力。而在最新的2022款 iPad Pro 发布的时候，我们在宣传片里面看到了达芬奇这样的专业软件即将登陆 iPad OS， 这毫无疑问啊将会有望提升生产力。那这款平板上的专业软件这次表现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抓紧体验过一段时间之后啊，总结出几个方面也是大家关心的。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iPad 上面的达芬奇能否提升整个平台的生产力。那这里呢要请出我们的视频工程师来分享一下在平板上面使用专业软件的感觉有什么不同。我们也会对比各个平台上的达芬奇，看一看 iPad 的硬件表现怎么样。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啊 ，iPad 上的达芬奇和桌面端使用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同时在 iPad 端和桌面端打开达芬奇，第一眼看上去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仔细看的话，在桌面端达芬奇共有7个面板，而在 iPad 上目前只有快边和调色2个面板。不过虽然只有2个面板，但在功能上可以说是能够实现桌面端的80%-90%，不用担心功能会变少。比如仍旧可以使用非常方便的动态缩放、一键调色等功能。在调色面板也是一样，像是神奇遮罩、特效库的面部修饰，这些备受好评的功能都是有的。而且目前 iPad 测试版的达芬奇是 18.1.1 版本，有最新的幻天功能，并且针对于达芬奇的节点逻辑，还增加了快速增加节点的按钮，可见达芬奇对于平板的触控操作逻辑也是有对应的优化。第二个问题，我们在桌面端工作的时候啊，快捷键是必不可少的。那如果在 iPad 上面使用达芬奇，是否能够使用这些快捷键呢？ iPad 端达芬奇和桌面端达芬奇的快捷键是相同的，比如 Command B 分割素材、Option 加 Y 向后选择，不会说两边的快捷键不同需要额外的增加学习成本。第三个问题啊，除了 iPad 已经支持的键盘鼠标之外啊 ，iPad 本身和桌面端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 Apple Pencil， 那它的体验怎么样呢？我们可以使用手指触控和 Apple Pencil 进行操作。那因为最新的 iPad Pro 2022支持了手写笔的悬停功能，现在的 Apple Pencil 已经可以实现鼠标的功能了。比如你可以在媒体池悬浮预览素材，预览转场特效的效果，在调色面板也可以预览 LUT， 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了。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最为重要的了，就是 iPad 端的达芬奇的工程啊，是否和咱们电脑端可以互通呢？ iPad 端和桌面端的达芬奇工程完全互通，这是不用担心的。你既可以把 iPad 上面的工程放到电脑上进行进一步的细化，也可以将电脑端的工程装进 iPad 里随时查阅。下面这个问题呢，就是 iPad 上的达芬奇啊，它的预览操作怎么样？之前我们看在 PC 端，如果是预览一些高清的视频或者是高码率的视频啊，往往会出现卡顿的情况。那在 iPad 上面表现的如何呢？还有一些高清视频的导出速度怎么样呢？那我们使用索尼拍摄了 4K 60帧 S-Log3 42210比特200兆规格的素材进行测试，那可以看到回放起来是非常顺畅的，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卡顿，并且实际的导出速度我们也进行了测试，导出的时长如下，可以看到 iPad Pro 的导出时间是最长的。相较于桌面端 iPad Pro 的导出速度不占优势，不过我们还另外测试了 M1 芯片和 M2 芯片的导出速度有什么不同。那可以看到在导出速度上是没有拉开差距，基本上是相同的。如果你是 M1 芯片的 iPad， 想要使用达芬奇的话，不用必须升级到 M2 芯片的 iPad。看到数据可能会有同学奇怪，为什么 M2 的版本似乎比 M1 的还要慢一点？目前推测呢，应该是达芬奇是针对之前的处理器进行优化的，一系列 M2 的硬件才刚上市，还需要等待一下。那最后一个问题啊，看完上面这些介绍，感觉还是相当完美的。那现阶段有没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我们讲到了 iPad 端达芬奇的特点和优势，但同样目前它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目前的界面虽然是中文界面，但是在许多菜单下仍旧是英文的，可能会需要适应一下。另外在字体方面，比如我们在 iPad 上导入了一些字体，在达芬奇中想要使用，那目前是实现不了的，它并不能识别到你添加的新字体，只能从现有的字体列表进行选择。OK 了，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现阶段在 iPad OS 上面的专业视频剪辑软件达芬奇的体验。达芬奇已经能实现相当丰富的功能，甚至还有一些是 iPad 端独有的体验。如果是个人用户想要平时剪辑一些视频、剪辑一些短片 Vlog， 完全是没问题的。而对于自媒体专业用户的话，目前 iPad 端达芬奇啊更倾向于是加入到你的工作流里面。你可以在 iPad 端进行粗剪和调色，然后呢再在 PC 端进行细化处理和导出。并且呢，达芬奇也在逐步支持云服务啊，未来的设备工作啊会带来更好的体验。坦白讲，我觉得苹果这边恐怕要感谢一下达芬奇了。有这样的业界主流专业软件能够进入到 iPad OS 平台，那未来呢，相信会有更多专业软件的到来。以后我们购买的高性能的 M2 芯片版本的 iPad 啊，就不会沦为打游戏或者是盖泡面了。
好了，这里是科技美学的大家测，你还希望看到哪些内容呢？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稍后为你带来。